凱旋那日，皇帝當着文武百官的面收走了我的虎符。萧愛卿勞苦功高，該頤養天年了。我平靜叩首，第二天就捲起鋪蓋回了鄉下。他們都以為我會在老家鬱鬱而終，或密謀造反，可我真的在種田。直到3個月後，800里加急的軍報雪片般飛入京城，邊關烽火連天。皇帝坐在龍椅上，看着我呈上去的新糧食种心得，第一次紅了眼眶。朕是讓他解甲歸身，不是讓他解散龙魂。金殿之上，鎏金的盘龙柱反射着刺眼的光。我大将军萧决刚刚平定北境30年的蠻族之亂，率軍凱旋，身上玄黑色的鎧甲還帶着邊關的風霜和干涸的血跡，手中捧着蠻族可汗的头颅。文武百官屏息，看我一步步踏上丹壁。龙椅上的皇帝李慎，我的发小兄弟，此刻的眼神却比北境的寒冰還要冷。萧爱卿平定北患，功盖千秋，朕心甚慰。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裡回響，聽不出喜怒，為陛下分憂，乃臣之本分。好一個本分！李慎笑了，笑意卻未達眼底。他走下龍椅，親自來扶我。愛卿戎馬半生辛苦了，這天下也該太平了，往後便無需再戰了。這虎符也該入庫封存了。話音一落，整個太和殿死一般的寂靜，所有人都知道這是要做什麼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麾下30萬黑甲軍，是我一手帶出來的百戰雄師，只認將令不認皇令，這是他的心病。我抬起頭，直視着李慎的雙眼，那裡面有猜忌，有恐懼，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期待，或許是期待我的反抗。只要我稍有不從，他身後那些新提拔的禁軍統領就會用早已準備好的罪名，將我和我的家族撕得粉碎。滿朝文武，有人幸災樂禍，有人兔死狐悲，但更多的是冷漠。我笑了，在所有人驚愕的目光中，我乾脆利落地解下代表着大燕最高兵權的虎符，雙手奉上。陛下說的是天下已定，臣也該歇歇了。我的順從顯然超出了李慎的預料，他愣了片刻，才接過那沉甸甸的虎符，手甚至微微抖了一下。愛卿能如此深明大義，朕心甚慰，甚慰啊！臣懇請陛下准許臣告老還鄉，解甲歸田。我再次叩首，語氣平靜的像是在說今天天氣不錯。李慎徹底懵了，他準備好了一切手段，威逼利誘，甚至準備了刀斧手，可我就這麼輕易的把一切都交了出去。他看着我，眼神複雜到了極點。准了，朕會賞你黄金萬兩，良田千畝，保你蕭家3代富貴。謝陛下隆恩。我叩首，然後站起身，轉身就走。身上的鎧甲在走動間發出嘩啦嘩啦的聲響，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所有人的心上。我沒有回頭看李慎的表情，也沒有理會百官各異的目光。走出太和殿的那一刻，午後的陽光照在身上，有些刺眼。我脫下了那身沉重的鎧甲，交給了殿外的侍衛，指着一身布衣，我走出了皇宮。京城的百姓夾道歡迎他們的大將軍，可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仿佛卸下了所有重擔的閒人。第二天，我就帶着幾個忠心耿耿的老兵離開了京城，沒有絲毫留戀。消息傳回宮裡的時候，據說李慎正在批閱奏折。他聽完太監的稟報，捏着朱筆的手停在半空，許久沒有落下。他真的走了。回陛下，蕭將軍，不，蕭決他帶着幾個老僕，駕着一輛牛車，今天一早就出城了。去的哪個方向？回陛下，是回了他的老家雲夢澤。李慎沉默了。雲夢澤，大燕最偏遠貧瘠的地方，一片巨大的沼澤地，除了水患就是毒蟲。他以為我會留在京城，或者去他賞賜的江南富庶之地，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可我偏偏去了那個鳥不拉屎的地方。派人盯着，任何異動立刻報朕。他終究還是不信我。雲夢澤的日子比我想象的還要愜意，空氣裡彌漫着水草和泥土的腥甜味，到處都是蛙鳴和鳥叫。我的老宅早已破敗不堪，我們幾個大男人親自動手伐木燒磚，沒過1個月就建起了一座像模像樣的小院。忠心耿耿的親衛老張一邊擦着汗，一邊看着我挽着褲腿在泥地裡和稀泥，眼眶都紅了。将軍，您這又是何苦？叫我老蕭或者大哥，什麼将軍不将軍的，我現在就是個泥腿子。可是京城那位就這麼放過我們了？他能信您真的什麼都不幹了？信不信由他，我幹不幹
有我開始研究怎麼種地。雲夢澤地勢低窪，10年久澇，根本不適合種麥子和稻穀。本地的百姓大多靠打魚和採些野藕為生，過得極其貧苦。我花了半個月的時間，走遍了附近的山頭水澤，繪製了一份詳細的堪輿圖。然後我讓人從南邊運來了幾車紅薯藤。大哥，這玩意兒能吃？不但能吃，還能當主糧。我指揮着大家按照我畫好的圖，在一些地勢稍高的坡地上開门，把紅薯藤種下去。我還帶着他們挖溝渠、排澇、引活水，曾經用來排兵布陣、算計敵軍糧草的大腦，現在全都用在了怎麼對付這片土地上。起初，附近的村民都用看傻子一樣的眼神看着我們，他們不相信這片被詛咒的土地能種出糧食來，而京城裡關於我的傳聞卻從未斷過。聽說了嗎？蕭將軍在老家天天玩泥巴呢。什麼玩泥巴？那叫韬光養晦。他手下那30萬黑甲軍可都還念着他呢。就是陛下这次做得太絕了，也不怕寒了将士們的心。這些話或多或少都會傳到李慎的耳朵裡。他派來監視我的暗探，每天送回去的報告也讓他越來越看不懂。目標今日開墾荒地3畝，與鄉民探討如何防止地下水倒灌。目標今日帶領老僕下水澤捕捉害蟲，據說是為了改良土壤。目標今日成功試種出一種名為紅薯的作物，並於田間設宴醉倒。李慎看着這些密報，眉頭越皺越緊。他不信一個執掌30萬大軍，殺伐決斷，在屍山血海裡爬出來的人會甘心做一個農夫，這一定是偽裝。他在收買人心。雲夢澤雖貧瘠，但地處3不管地帶，易守難攻。蕭決是在那裡建立自己的根基。李慎深以為然，於是他下了一道旨意，以體恤為名，將我手下黑甲軍的核心將領全部調離了原部隊，打散分配到了各地。同時他派了自己最心腹的宗室大将李信接管了北境的防務。消息傳到雲夢澤，老張氣得把手裡的鋤頭都給掰斷了。大哥，他這是要趕盡殺絕啊！兄弟們都被拆散了，黑甲軍名存實亡了。澆水要澆在根上，人也一樣。我輕聲說。老張沒聽懂，但很快他就懂了。李慎的動作很快，也很絕。他不僅調走了我的心腹將領，還以軍備廢弛為由，大幅削減了北境駐軍的糧饷和軍械補充。在他和丞相趙高明看來，滿族已被我打殘，10年內不可能再有戰事。北境那30萬大軍，與其說是軍隊，不如說是一個巨大的財政負擔，以及懸在李慎頭頂的利劍。現在劍柄已經在他手裡，他自然要先把劍磨鈍了才放心。新任北境统帥李信是皇室宗親，一輩子打過最硬的仗就是在京城圍場裡追兔子。他到了北境，第一件事不是熟悉軍務，而是大肆安插親信，排除異己。原來黑甲軍中那些憑軍功升遷上來的中下級軍官，被他以各種理由撤換打壓，整個北境防線從上到下被換了個遍。一時間軍中怨聲載道，但這些聲音都被李信強行壓了下去，傳不到京城。他送回京城的奏報永遠都是邊境安穩，軍心可用8個字。李慎很滿意，他覺得自己終於徹底拔掉了蕭決這根心頭之刺，從此可以高枕無憂。而我在雲夢澤迎來了我的第1季大豐收。當金黃色的紅薯從泥土裡被一串串刨出來的時候，整個村子都沸騰了。村民们看着堆積如山的紅薯，眼神從懷疑變成了狂熱。這玩意兒蒸着吃香甜軟糯，烤着吃更是能香飄10里。最關鍵的是畝產高的嚇人，1畝地的收成足夠一家人吃上大半年。神仙，蕭老爺是神仙下凡啊！村民們自發地給我立了生祠，每天香火不斷。我哭笑不得，只能將紅薯的種植方法毫無保留地交給所有人。我還告訴他們，紅薯藤可以餵豬，豬糞可以肥田。我又設計了新的農具，教他們如何搭建更穩固的房屋來抵禦水患。雲夢澤這個貧瘠了上百年的地方，竟然在我來的短短半年內煥發出了勃勃生機。監視我的暗探將這一切都詳細地報了上去。李慎看着密報，陷入了更深的困惑。收買人心，他竟然用這種方式收買人心。陛下，這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不費一兵一卒，便讓一方百姓奉他為神明，此等手段比擁兵自重更加歹毒。臣以為當加以限制。李慎覺得有理。很快，一道新的旨意送到了雲夢澤。旨意上說，念我年邁，體恤我辛勞，特派勸農官前來協助我，並規定
雲夢澤所有新開墾的田地，收成需上繳30%作為恩稅，名為協助，實為監視和掠奪。來的勸農官是趙高明的一個遠房侄子，一個腦滿腸肥的草包。他一到雲夢澤就對我頤指氣使，對我研究出的新農法指手畫腳，甚至公然索要贿赂。老張他們氣得差點拔刀。官比我們大，他說什麼就是什麼吧。我依舊平靜，我甚至還好酒好菜地招待那個草包，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這讓那勸農官更加得意忘形，也讓老張他們更加憋屈。大哥，我们什麼時候受過這種鳥氣？快了，我看着北方，眼神幽深，天要變了。就在我種下第2季紅薯的時候，北京出事了。出事那天，北風呼嘯，捲着雪子，像是要將整個世界都凍住。一支規模不大的蠻族游騎悄無聲息地越過了長城防線，他們的人數不多，只有300餘騎，但個個都是精銳中的精銳。若是以前的黑甲軍在，這種規模的騷擾連烽火都不用點，巡邏的斥候小隊就能把他們給包了餃子。但現在不行了，李信把黑甲軍原有的斥候體系全部推翻，換上了他自己帶來的那些親信。這些所謂的斥候連蠻族馬糞的乾屍都分不清，怎麼可能發現得了敵人的蹤跡？那300蠻族游騎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一夜之間血洗了長城內側的3個村莊，雞犬不留。當消息傳到李信的帥帳時，他還在摟着辛娜的小妾喝酒。什麼？蠻子進來了？他嚇得酒杯都掉在了地上。怎麼可能？蕭決不是說他們10年都緩不過來嗎？他慌忙派兵去追，可派出去的軍隊在雪地裡追了3天，連蠻子的影子都沒看到，反而自己凍死凍傷了幾十號人。李信不敢把事情鬧大，只能將消息死死壓住，然後上奏京城，說是一股流寇作祟，已被剿滅。李慎信了，或者說他願意相信，他正沉浸在自己掌控一切的美好幻想裡。可是紙終究包不住火，那300蠻族游騎並沒有返回草原，他們就像是草原上的狼，潛伏在了大雁的境內，不斷的騷擾、劫掠、屠殺。他們行動如風，分合自如，專挑防禦薄弱的小鎮和村莊下手。北境的百姓一時間人心惶惶，風聲鶴唳。李信派出的圍剿部隊一次又一次的撲空，甚至還中了幾次埋伏，損失慘重。他這才發現自己面對的根本不是什麼流寇，這是一種全新的戰術。他看不懂，更不知道如何應對。這套戰術其實是我當年研究蠻族習性時預想過的一種極端情況，並為此專門訓練了一支名為鷹眼的特殊斥候部隊，以及一套名為獵犬的快速反應戰法。鷹眼負責在廣袤的區域內追蹤、定位、標記小股精銳敵人，獵犬則是由最精銳的輕騎兵組成。一旦得到鷹眼的標記，便會像獵犬一樣不眠不休地追擊，直到將敵人徹底咬死。這套戰法需要斥候與騎兵之間天衣無縫的配合，需要對地理環境的極致熟悉，更需要指揮官精準到可怕的判斷力。而現在，鷹眼的頭領正在江南餵馬，獵犬的指揮官在西江當伙夫。至於我這個創造了這套戰法的人，正在雲夢澤的田埂上跟那個草包勸農官解釋，為什麼紅薯不能種在水裡。蕭先生，你別跟我扯這些，本官說這裡風水好，就得種這裡。勸農官指着一片沼澤地，唾沫橫飛。大人說的是。我嘆了口氣，點了點頭。老張在旁邊拳頭捏得咯咯作響。就在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漢子跌跌撞撞地跑進了村子，撲通一聲跪倒在我面前。將軍，救命啊！北邊全亂了。漢子是我以前的一個親兵，家就在北京。他哭着告訴我，他的村子被屠了，全家上下只有他一個人逃了出來。我平靜地聽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但老張看到我放在膝蓋上的手已經死死地攥成了拳頭，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哪裡來的刁民，在這裡胡言亂語！北京有李大帥在，安穩得很。再敢妖言惑眾，抓你去砍頭！草包勸農官在一旁不耐煩地呵斥道：“滾！”我緩緩站起身，第一次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只一個字，那勸農官像是被一頭猛虎盯住，嚇得兩腿發軟，連滾帶爬地跑了。
北境的局勢比我想象的還要快的崩壞了。那300蠻族游騎只是一個開始，他們像一把尖刀，在大雁的北境版圖上劃開了一道深可見骨的傷口。而真正的蠻族大軍，在他們那個神秘的新首領狼主的帶領下，正沿着這道傷口源源不斷地滲透進來。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集結大軍衝擊長城，而是化整為零，以1000人隊、100人隊為單位，多點突破，遍地開花。整個北境瞬間變成了一個處處漏縫的筛子。李信徹底被打懵了，他手下的軍隊習慣了集團作戰，習慣了正面硬剛，面對這種無孔不入的騷擾戰，他們就像一個笨拙的巨人，被一群靈活的野狼耍得团团轉。今天這裡告急，明天那裡被燒，大軍疲於奔命，士氣一日比一日低落。更要命的是後勤，我當年建立的北境後勤体系是一張精密到了極致的大網，從糧草的調度到軍械的維修，再到傷兵的救治，每一個環節都環環相扣。而這張網的操控者不是別人，正是我自己。我手下有一批專門培養的輜重官，他們不通武藝，但精通算學和統籌。我教給他們一套獨特的記賬和調度方法，只有我們自己人看得懂。李信接手後，覺得這些文縐縐的家伙礙手礙腳，把他們全都趕走了，換上了他自己的親戚。結果就是前線的糧草供應開始出現混亂，有的地方糧草堆積如山，有的地方卻已經斷糧3天，壞掉的兵器得不到維修，傷兵得不到救治，在營中活活疼死，軍心徹底散了。恐慌像瘟疫一樣在北境蔓延，無數的百姓拖家带口，開始向南逃亡，整個北方陷入了一片末日般的景象。這些消息終於再也瞞不住，雪片一般飛向了京城。廢物！一群廢物！李慎坐在龍椅上，看着那些寫滿了血與火的奏報，臉色一天比一天蒼白。他將李信罵得狗血淋頭，卻又無人可換。陛下息怒，些許蠻夷，且選之急而已，只需再增派10萬大軍，定能一舉蕩平。朝堂之上，丞相趙高明還在嘴硬，李慎第一次沒有聽他的。他看着地圖上那片已經變得赤紅的北境疆土，腦海裡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一個人的身影，那個在金殿之上平靜地交出虎符，轉身離去的身影。如果他還在，這個念頭一旦升起，就再也遏制不住。深夜，李慎獨自一人來到了皇家的武庫，他推開塵封的大門，走到了那個供奉着虎符的架子前。那半塊猛虎形狀的銅符靜靜地躺在那裡，他伸出手想要觸摸，卻又猛地縮了回來。為陛下分憂，乃臣之本分。天下已定，臣也該歇歇了。他一直以為那是我的偽裝，是我的以退為進。可現在他看着這糜爛的局勢，再看看暗探從雲夢澤送來的最新報告，一種前所未有的荒謬感和恐懼感攫住了他的心臟。那份報告上沒有陰謀，沒有串聯，只有一行字：蕭決呈上雲夢澤紅薯種植改良心得一本，請陛下預覽。隨報告一起送來的還有一個木盒子。李慎顫抖着手打開，裡面不是什麼密信，也不是什麼兵器，而是一個碩大滾圓還帶着泥土芬芳的烤紅薯。蕭決，你好狠的心！他終於明白，我不是在偽裝，我是真的放下了。我放下了一切，安安心心的去種我的地了。可我放下了，這天下卻亂了。皇帝吐血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飛出了皇宮，整個京城都籠罩在一片壓抑和恐慌之中。北境的局勢已經壞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蠻族的狼主展現出了驚人的軍事天賦和戰略眼光，他根本不與大雁的軍隊進行主力決戰，而是指揮着無數的小股部隊，像一把把鋒利的小刀，精準地切割着北境的血肉。他們破壞農田，燒毀糧倉，襲擊商隊，佔領鹽井。他們的目的不是攻城略地，而是要徹底摧毀北境的經濟和民生。這是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卻比千軍萬馬的對衝更加致命。李信的大軍被徹底拖垮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逃兵。北境第一重镇雁門關已經岌岌可危，一旦雁門關失守，蠻族的鐵騎便可直逼京畿。朝堂之上亂成了一鍋粥。之前叫囂着些許蠻夷巧選之極的丞相趙高明，此刻縮着脖子一言不發。所有人的目光有意無意的都匯聚到了一個空缺的位置上，那裡
曾經站着大將軍蕭決。李慎面色蠟黃地坐在龍椅上，咳嗽着，每一次呼吸都像是拉着一個破舊的風箱。他看着下面這群束手無策的文武百官，心中湧起一股無邊的悔恨和冰冷的恐懼。他做錯了，他錯得離譜。他以為拿走了我的虎符就能掌控那支軍隊，他以為罷免了我的官職就能消除我的威脅。可他現在才明白，他拿走的只是一個空殼子。黑甲軍的靈魂，北境防線的根基，不是那塊冰冷的銅符，而是我蕭決這個人。是我花了10年時間將一群烏合之众打造成了百戰雄師，是我根据北境的地形和蠻族的習性制定了一整套的防御和反擊戰術，是我建立了一個外人根本無法理解的高效到恐怖的後勤和情報系统。我離開帶走的不是兵权，而是整個戰爭機器的大腦和神經。李慎想通了這一切，只覺得手腳冰涼。去雲夢澤傳朕的旨意，不是朕的请求，請萧爱卿回来。他的聲音嘶哑而无力，充滿了哀求。大太監王振立刻领命，帶着一队最精锐的禁軍，捧着圣旨和无數珍寶，快馬加鞭，日夜兼程地衝向雲夢澤。800里加急，不是軍報，而是求人的信使。這在大燕立國以來是聞所未聞的奇恥大辱。而此刻的雲夢澤卻是一片世外桃源。勸農官早就被我那個滾字嚇破了膽，躲在縣城裡不敢露面，沒有了騷擾，村子裡的生活更加寧靜祥和，家家戶戶都種上了紅薯，養上了豬，臉上洋溢着以往從未有過的笑容。我正在村頭的池塘邊教孩子們用柳條編草帽。大哥，京城來人了，是王振那個老太監，看那架勢是來求您的。我手上的動作沒有停，只是淡淡的了一聲，讓他們等着。王振在村口見到了正在田裡勞作的老張。張將軍，咱家奉陛下之命，有要事求見蕭大將軍。王振跳下馬，滿臉堆笑，姿態放得極低。什麼蕭大將軍？我們這裡只有個種地的蕭老頭，他現在忙着呢，沒空。王振的笑臉僵住了。他堂堂司礼监掌印，皇帝面前第一紅人，何曾受過這種怠慢？但他不敢發作，只能陪着笑臉。張將軍說笑了，國事緊急，還請通融一二。國事？老張像是聽到了什麼天大的笑話。國事不是有皇帝陛下和丞相大人操心嗎？跟我們這些鄉下泥腿子有什麼關係？說完，理都不理王振，自顧自地走開了。王振和他的禁軍就被晾在了村口，頂着南方的烈日，餵着蚊子。一等就是整整1天。王振在村口站得腿都麻了，也沒能見到我的人影。他帶來的禁軍士兵個個盔甲鮮明，威風凜凜，可在這雞犬相聞的田園風光裡，卻顯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可笑。那就是京城來的大官，看着還沒蕭老爺有氣派，可不是？聽說還是來求蕭老爺的，求他幹啥？讓他去京城種紅薯。這些話一字不落地飄進王振的耳朵裡，他的臉一陣紅一陣白，卻只能忍着，直到太陽落山，我才慢悠悠地從池塘那邊晃了回來。我手裡還提着一串魚，身上穿着粗布麻衣，褲腿上沾滿了泥點，活脫脫一個剛收工的老漁夫。王振一看到我，立刻像見了救星一樣撲了上來，撲通一聲就跪下了。老奴王振叩見蕭大將軍。他身後的一眾禁軍也嘩啦啦跪倒一片。這陣仗把村裡的雞都驚得飛上了樹。我像是沒看到他們一樣，徑直走到老張家門口，把魚遞給他。老張，晚上加個菜。然後才回過頭，懶洋洋地瞥了王振一眼。王公公，這麼大禮我可受不起，我就是一個戴罪的農夫，您趕緊起來吧。我的語氣平淡，卻帶着一股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疏離。王振哭喪着臉從地上爬起來，也顧不上拍打膝蓋上的塵土。將軍，您就別折殺老奴了，陛下他知錯了。他從懷裡掏出那份用明黃綢緞包裹的聖旨，雙手呈上。陛下有旨，官复原職，中掌帅印，恳請將軍即刻北上，挽救危局。聖旨上，李慎的措辭極盡卑微，甚至用上了懇求、哀求這樣的字眼，還追封了我3代王爵。這要是放在3個月前，足以讓任何一個臣子感恩戴德，粉身碎骨。可現在，我只是掃了一眼，便失去了興趣。陛下說笑了，我淡淡的說道：“當初是他讓我接甲歸田，頤養天年的。如今我這田剛剛種出點名堂，怎麼又要讓我走？”這王振一時語塞。再說了，我指了指周圍寧靜的村莊，我現在是個農夫，手都拿慣鋤頭了，哪裡還握得動刀？將軍，
王震急得快要哭出来了。北境快撑不住了，雁门关旦夕不保，蛮族铁骑随时可能南下。您就忍心看着大雁的江山生灵涂炭吗？我笑了，王公公，这話你該去問龙椅上那位，是他親手把北境的萬里長城拆得千瘡百孔，是他把30萬將士的心傷得透透的。如今火燒眉毛了，想起我來了，早幹嘛去了？我王震汗如雨下，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回去告訴李慎。我收起笑容，眼神變得和北境的寒風一樣冷。我蕭決是個聽話的臣子，陛下讓我種田，我就種田。現在我的紅薯還沒收完，走不開。說完，我不再理他，轉身走進了院子，關上了門，留下王震和一眾禁軍在暮色中面面相覷，滿臉絕望。大哥，痛快，太痛快了，就該這麼晾着他。我卻搖了搖頭，走到院中的石桌旁坐下。石桌上攤着一張地圖，不是雲夢澤的堪輿圖，而是一張完整的，包含了整個北境和塞外草原的軍用地圖。上面用各種顏色的朱砂密密麻麻地標記着各種符號。這些天我看似在種田，在釣魚，在教孩子編草帽，但我的心一刻也沒有離開過那片我守護了10年的土地。北境傳來的每一條消息，漢子帶來的每一個情報，都被我在這張地圖上推演了無數遍。蠻族狼主的每一步棋都在我的計算之中，甚至連李慎什麼時候會派人來求我都算得清清楚楚。老張，大哥，我在。莫當王震在雲夢澤吃了閉門羹的消息快馬傳回京城，李慎當場又是一口血噴了出來。他竟然敢拒止？他想幹什麼？他想造反嗎？可這怒吼卻顯得那麼的蒼白無力。造反？我現在手無寸鐵，兵無一個，拿什麼造反？拿鋤頭嗎？恰恰是我的不反成了最致命的武器。我什麼都不做，就只是安安分分地待在鄉下種我的地，遵守他當初的聖旨。這讓他所有的猜忌和後手都變成了一個笑話。他找不到任何理由來治我的罪，他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求我。陛下，蕭將軍他可能只是心裡有氣，要不再派人去，拿出點誠意來。誠意？朕的江山都快沒了，還要什麼誠意？李慎咆哮着，卻又不得不冷靜下來。他知道現在不是發脾氣的時候。雁門關的求救信一個時辰一封，上面的字跡已經因為主將的驚恐而扭曲不清。趙高明呢？回陛下，趙丞相已經3天沒上朝了，說是病了。病了，把他給朕拖來，就是用擔架抬也要給朕抬來。很快，面如死灰的趙高明被幾個禁軍架到了殿前。趙愛卿，你不是說蕭決擁兵自重，心懷不軌嗎？你不是說北境無憂嗎？現在你告訴朕該怎麼辦？陛下，臣有罪，臣罪該萬死。朕不要你死，朕要你把蕭決給朕請回来，請不回来，朕誅你9族。趙高明嚇得魂飛魄散，連滾帶爬地衝出大殿，帶着家丁備上厚禮，也朝着雲夢澤的方向瘋了一樣的奔去。整個朝堂都陷入了一種荒誕的氛圍。先是皇帝的首席太監，再是當朝的百官之首，一個個都放下尊嚴，跑去一個偏僻的鄉下，求一個被他們親手罷黜的農夫。而我此刻正在院子裡慢條斯理地磨着一把刀，那是我用了10年的佩刀斬鋒，刀身狭長，布滿了細小的缺口，那是砍斷過無數蠻族彎刀留下的痕跡。老張在一旁把我的那副玄黑鎧甲一遍遍地擦拭着，甲片相撞，發出清脆的聲響。大哥，那趙高明也來了，在村口哭天搶地的，要死要活。讓他哭，哭聲不夠大，誠意就不夠。趙高明在村口比王震還慘，他跪在泥地裡，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訴說着自己的罪過，把所有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只求我能看在天下蒼生的份上出山救世。他帶來的金銀珠寶堆得像小山一樣，村民們看都懶得看一眼，他們只是默默地把家裡的紅薯拿出来，堆在了趙高明的面前。那意思很明顯，我們不缺你這點東西，我們只聽蕭老爺的。趙高明的心徹底沉入了谷底，他終於明白李慎為什麼會怕我了。這種不靠權勢，不靠武力，發自內心的民心所向，才是最可怕的力量。他跪了1天1夜，嗓子都哭啞了，人也快虛脫了。第2天清晨，我終於走出了院子。趙高明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活菩薩，掙扎着想爬過來抱我的腿。我沒理他，而是看向了北方。時辰差不多了。就在這時，
遠方的地平線上出現了一騎快馬，那騎士渾身是血，坐騎也口吐白沫，顯然是拼了命趕來的。他衝到村口，翻身落馬，甚至來不及看跪了一地的王震和趙高明，直直地衝到我面前，单膝跪地，声音嘶哑而急促：“报，雁门关破了！”雁门关破了，這4個字像是一道驚雷，在所有人頭頂炸響。王震和趙高明瞬間面無人色，癱軟在地。雁門關，北境的咽喉，大雁北方最後的屏障，它一破，意味着從北境到京城再無險可守。蠻族的鐵騎隨時可以引馬渭河，兵臨城下。什麼時候的事？我問道，聲音依舊平靜，但眼神卻變得銳利如刀。3個時辰前，李信他棄關逃了。現在關內守軍大亂，蠻族大軍已經入關。我點了點頭，一切都在我的預料之中。李信那種草包能守到現在，已經是奇蹟了。狼主的主力到哪裡了？回將軍，狼主亲率3萬精锐，正朝一線天方向急行軍。一線天，我猛地轉身看向石桌上的地圖，那裡是雁門關之後通往中原腹地的一條必經之路，兩山夾峙，地勢險要，是絕佳的伏擊地點。但同時，一旦被敵人搶先佔領，堵住出口，那進去的部隊就會變成瓮中之鱉。狼主的算盤打得真精，他這是要用3萬精銳像蠍子一樣死死地盯入大雁的腹地，徹底攪亂整個戰局。他太急了。我冷笑一聲，真正的獵人在看到獵物最肥美的部分時，反而會更加謹慎。這個狼主雖然天賦異稟，但終究還是年輕，沉不住氣。他以為李信跑了，雁門關就徹底空了。他不知道我在那裡還留了一手。王公公，趙丞相。我回過頭看着地上那2個失魂落魄的家伙，現在你們可以回去了。2人一愣，以為我還是要拒絕。将軍，您不能走啊！您走了，大雁就完了。誰說我要走？我是讓你們回去告訴李慎，準備好3樣東西。哪3樣？第一，尚方宝劍，許我先斬後奏之權。第二，清空國庫，所有钱粮軍械由我全权調配。第三，我頓了頓，目光掃過他們，一字一句地說道：讓他下罪己詔，告於天下。此言一出，王震和趙高明倒吸一口涼氣。前2條雖然苛刻，但在這種時候，皇帝咬咬牙也能答應。可第3條，讓95之尊下罪己詔，向天下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比殺了他還難受。這是要把他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將軍，這……王震的嘴唇都在哆嗦。做不到，就讓他等着蠻族的鐵騎踏平他的皇宮吧。我不再多言，轉身回屋。老張在，傳我將令。我拿起那把磨得锃亮的斬鋒，開始穿戴那副冰冷的鎧甲。命原鷹眼統領陳慶於江南騎馬，3日內趕赴應酬見。命原獵犬統領周通於西江起兵，4日內合圍盤龍坡。命原黑甲軍所有輜重營、工兵營、神機營舊部，無論身在何處，即刻向一線天集結。命所有聽到我蕭決名字的黑甲軍舊部，拿起你們的武器，找到你們的武長，向我靠攏。我的聲音不高，但每一個字都帶着不容置疑的威嚴。是。老張熱血沸腾，大聲應，轉身衝了出去。這些將令沒有虎符，沒有官印，甚至都不是写在紙上的，他只是幾句話。但老張知道，這些話會像風一樣，用最快的速度傳遍大雁的每一個角落，傳到那些被解散、被打壓、被流放的黑甲軍將士耳中。他們會聽懂，因為這是只屬於黑甲軍的密碼，也是我蕭決對他們最深沉的召喚。穿戴整齊，我走出院子，外面整個村子的村民，無論老幼，都靜靜地站在那裡看着我。他們沒有說話，只是默默地對我深深一拜。我翻身上馬，沒有大軍，沒有旌旗，只有我和跟在我身後的10幾個老兵。我們就這樣迎着朝陽，朝着那片已經血流成河的北方絕塵而去。我的將令比800里加急還要快。當王震和趙高明還在返回京城的路上顛簸時，一場無形的風暴已經席捲了整個大雁。江南一個偏僻的馬場，一個正在給馬刷毛的中年漢子聽到耳邊傳來的一句應酬見，身體猛地一震，他丟下刷子，衝進馬廄，從一堆乾草下
拖出了一個塵封的箱子。箱子打開，裡面不是金銀，而是一套磨損嚴重的斥候裝備和一面殘破的鷹旗。漢子換上裝備，扛起旗帜，對着馬場主潦草地抱了抱拳，翻身上了馬場裡最快的那匹馬，頭也不回地衝了出去。他身後10幾個同樣在馬場做工的漢子也紛紛扔掉手裡的活計，從各自的角落裡找出兵器，沉默地跟了上去。他們是鷹眼的残部。西江，一個喧鬧的邊軍伙房，一個滿臉刀疤正在剁肉的伙夫听到一個路過的商队伙計不经意間說了一句盘龙坡，他手中的剁骨刀当的一聲深深地砍進了砧板。他解下油膩的圍裙，擦了擦手，走出了伙房。半個时辰後，這支邊軍部隊裡有300名最桀驁不馴的騎兵集體譁變。他們衝出軍營，沒有搶掠，沒有騷擾，只是朝着東方沉默而瘋狂地奔襲。他們的頭領就是那個剛剛還在剁肉的伙夫。他們是獵犬的骨血。中原某個官道的驛站裡，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正坐在桌邊，用算盤計算着什麼。他原本是黑甲軍的首席輜重官，被罢黜後在這裡當一個賬房先生。一個南來的客商坐到他旁邊，要了一碗茶，輕聲說了一句：一線天，紅薯熟了。老者的手停住了，他抬起頭，渾濁的眼睛裡瞬間金光四射。他推開算盤，站起身，走出了驛站。當天，大雁境內所有官道、水路都出現了一件怪事，無數原本運送着絲綢、瓷器的商队突然改变了方向。他們打開貨箱，裡面根本不是什么商品，而是早已準備好的糧草、箭矢、藥品，甚至還有拆解開的床笨零件。這些商隊都是我當年用個人名義扶持起來的，他們的頭領都是我輜重營裡的親信，他們就是我遍布全國的移動的軍火庫和糧倉。無數的人在動，無數的物資在動，他們從四面八方像一道道無形的溪流，朝着同一個目的地匯集。一線天，這一切都沒有通過朝廷的任何一道指令，沒有兵部的文件，沒有戶部的調令，只因為我蕭決的幾句話。這就是我真正的底牌。我建立的從來都不只是一支軍隊，而是一個以我為核心，集情報、後勤、戰鬥為一體的，獨立於大雁朝廷之外的龐大的戰爭體系。李慎可以拿走我的虎符，但他拿不走這張網；他可以解散我的軍隊，但他抹不掉我刻在那些將士骨子裡的忠誠。此刻，京城之內，李慎終於等回了王震和趙高明。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他這是要凌駕於朕之上，他這是要當太上皇。當他聽完我的3個條件時，氣得渾身發抖。他指着南方嘶吼着，然而他的怒火在接到的一份份緊急密報面前迅速被澆滅。報：江南馬場發生兵變，疑似蕭決舊部。報：西江駐軍譁變，300旌旗不知所蹤。報：各地官道被不明商隊控制，物資流向不明，疑似流向北境。報：江南馬場發生兵變，疑似蕭決舊部。報：西江駐軍譁變，300旌旗不知所蹤。報：各地官道被不明商隊控制，物資流向不明，疑似流向北境。李慎呆住了，他看着地圖，看着那些密報上所說的地點，再聯想到我傳出的那幾道莫名其妙的將令，一個可怕的讓他遍體生寒的真相浮現在他眼前。他根本就沒有真正掌控過這支軍隊，他甚至根本就不了解這支軍隊。陛下，下旨吧。王震跪在地上，老淚縱橫，再晚就真的來不及了。李慎癱坐在龍椅上，閉上了眼睛。良久，他睜開眼，眼神裡只剩下死灰。你旨，朕罪己詔一下，天下譁然。皇帝親口承認自己識人不明，決策乖張，致使北境糜爛，社稷垂危，並將所有軍政大權盡數托付於我。這無異於一記響亮的耳光抽在了整個朝廷的臉上，但此刻已經沒人顧得上臉面了。所有人都知道，這是唯一的，也是最後的希望。而我在罪己詔發出的同時，已經帶着10幾騎趕到了一線天南側的入口。這裡已經聚集了數千人，他們衣衫各異，有的是農夫打扮，有的是商販模樣，還有的乾脆就是衣衫襤褸的流民。但他們每個人的眼神都像狼一樣閃爍着射人的光芒，他們的手裡拿着五花八門的武器，鋤頭、扁擔、柴刀，甚至還有人拿着殺豬刀。但當他們看到我身上那副玄黑色的鎧甲時，所有人的眼神都瞬間變得狂熱和敬畏。大將軍來了。人群自動分開一條道路，
我騎在馬上，看着這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他們都是我黑甲軍的舊部，被李慎打散後流落各地，過着最卑微的生活。可現在，我的一聲召喚，他們便從泥土裡，從塵埃裡重新站了起來。兄弟们，我回來了！沒有多餘的廢話，只這一句就讓所有人的眼眶瞬間紅了。報！一個斥候飛馬而來，是鷹眼的人。將軍，狼主先鋒5000已進入一線天古道，其主力25000，离谷口尚有20里。我點了點頭，比我預想的還要快一點。傳令，所有工兵營舊部立刻上山，按照我預留的圖紙布置滾石、雷木、火油。神機營舊部接管辎重隊運來的床弩和火炮，在兩側山崖布設陣地。其餘人隨我堵住谷口。我話音剛落，大地開始震動，一支龐大的商隊從南邊疾馳而來，為首的正是那個鬚髮潔白的老帳房。將軍，所有物資全部到位，分毫不差。好，无數的箱子被打開，嶄新的兵器、堅固的鎧甲、鋒利的劍士，在陽光下閃着寒光。一些拿着鋤頭、扁擔的漢子們瘋了一樣的衝上去，用最快的速度武裝自己，脫下的是布衣，穿上的是戰甲，放下的是農具，拿起的是刀槍。不過一炷香的時間，一支裝備精良、殺氣騰騰的大軍就在這荒野之上重新集結。他們又變回了那支讓蠻族聞風喪膽的黑甲軍。狼主以為他面對的是一群綿羊，他很快就會知道，他闖進的是龍的巢穴。我一馬當先，率領着重新集結的黑甲軍，如一道黑色的鐵流湧向了一線天。戰鬥在一線天最狹窄處驟然打響，衝在最前面的5000蠻族先鋒根本沒料到會在這裡遇到埋伏。當他們看到那面熟悉的代表着蕭絕的玄黑大旗時，所有人的臉上都露出了難以置信的驚恐。是蕭絕，是魔鬼蕭絕！恐懼比刀鋒更快地瓦解了他們的鬥志，而我身後的黑甲軍卻像是壓抑了太久的火山，瞬間爆發。他們把所有的屈辱、所有的憤怒都化作了手中的刀，狠狠地劈向敵人。喊殺聲、慘叫聲、兵器碰撞聲響徹了整個山谷，鮮血染紅了腳下的土地。就在谷內激戰的同時，兩側的山崖上滾石如雷，火油如雨，傾瀉而下。剛剛趕到谷口的蠻族主力瞬間陷入了一片火海和混亂之中。狼主站在後方的高地上，看着眼前這地獄般的一幕，英俊的臉上第一次露出了驚駭和不解。怎麼會這樣？他的人從哪裡冒出來的？他想不通，他的信息裡蕭絕還在千里之外的鄉下種地，可現在這個魔鬼卻像是從天而降，用他根本無法理解的方式編織了一張死亡的大網。他想撤退，可已經晚了。報，西側盤龍坡發現大雁騎兵正向我軍後路包抄。報，東側鷹巢艦也發現敵軍，切斷了我們與雁門關的聯繫。一個又一個的壞消息傳來，狼主看着地圖，渾身冰涼。他發現自己不知不覺間已經被三面合圍，他引以為傲的3萬精銳徹底成了一群瓮中之鱉。蕭絕，他喃喃地念着這個名字，眼神裡充滿了絕望的恐懼。一線天的戰鬥，與其說是戰鬥，不如說是一場單方面的屠殺。被堵在谷內的蠻族先鋒，在我黑甲軍的正面衝擊下迅速崩潰，而谷外的蠻族主力則在滾石、火油和漫天箭雨的覆蓋下死傷慘重，陣型大亂。狼主試圖組織了幾次突圍，但都被黑甲軍硬生生地頂了回來。這些剛剛還穿着農夫衣服的士兵，此刻爆發出的戰鬥力比當年最精銳的禁軍還要強悍，因為他們的心中燃燒着復仇和榮譽的火焰。黃昏時分，西側的獵犬騎兵和東側的鷹眼斥候完成了最後的合圍，蠻族大軍插翅難飛。狼主知道大勢已去，他沒有選擇愚蠢的決一死戰，而是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決定。他單人獨騎走出了混亂的軍陣，來到了我的陣前。我就是狼主，我輸了，我願意用我的命換我麾下兒郎一條生路。我看着他，這個攪得整個大雁天翻地覆的年輕人，你很有勇氣，但戰場之上沒有交易。狼主慘然一笑，蕭絕，你贏了，但我們草原的勇士永不為奴。說完，他猛地一劃，鮮血染紅了夕陽。狼主一死，剩下的蠻族軍隊徹底失去了抵抗的意志，紛紛跪地投降。一線天之戰以我軍的完勝告終。我沒有在戰場停留太久，將打掃戰場和收攏降兵的任務交給周通和陳慶後，我便率領1萬精銳直撲雁門關。棄關而逃的李信和他那群烏合之眾已經被我派出的另一支小隊堵在了路上。當我出現在他面前時，他嚇得直接尿了褲子，
跪在地上磕頭如捣蒜。我没有杀他，我只是讓人把他绑了，连同趙高明一起装在囚车里送回了京城。至于怎么處置，那是李慎的事。重夺雁门關不费吹灰之力。当我重新站在这座雄关的城楼上，看着关外蒼茫的草原时，心中没有半分喜悅。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浩劫，因为一个人的猜忌，死了太多无辜的人。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重新梳理了北境的防线，安抚了流离失所的百姓。那些响应我召唤而来的黑甲軍舊部，我没有讓他們重歸編制，我給了他們足夠的錢糧，以及一樣最重要的東西——田地。所有在雲夢澤開墾出來並驗證成功的新式農田，都被我以軍功的名義分給了他們。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給他們官職，李慎睡不着；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自己養活自己，才是長久之計。做完這一切，我再次脫下了那身鎧甲。李慎的聖旨一道接着一道，封王封賞，請我回京主持大局，我全都拒絕了。我只給他回了一封信，信上是我親手繪製的關於如何在北方推廣紅薯種植的詳細圖解，以及一份新組建的由周通和陳慶等人領導的北境戍邊軍的防禦方案。然後不待他回復，我便帶着老張再次返回了雲夢澤。那裡，我的第二季紅薯真的熟了。回到村裡那天，陽光正好。我扛着鋤頭走在田埂上，看着滿眼金黃的紅薯地和村民們一張張淳樸的笑臉，只覺得前所未有的心安。遠處，京城的方向似乎有車隊揚起的煙塵，但我已經不在乎了。這天下是李慎的天下，而我只想守好我這1畝3分地。